看这外观，宽体式的设计，光影渐进式的格栅，星环的日间行车灯。长安品牌呢一直对外观颜值很注重啊。CS55 Plus 这个外观设计多么富有未来设计感，哪个年轻人不喜欢？我倒要看看这个50星辰拿什么和我比。人民需要什么，50就造什么。来，小陈，看看50星辰怎么样？那这车多少钱啊？你先别管价格，咱们先比比车啊。我承认，你的 CS5 Plus 这个外观确实挺好看的，但是呢，50星辰的颜色也很特别，而且呢，你看它的这个设计啊，叫做逸动美学。这个前脸呢，像大灯，它是一个展翼式的设计。这个2个大灯组呢，就像是展开的翅膀一样。前边大尺寸的一个熏黑的中网，也是你们年轻人喜欢的，还有镀铬的饰条。而且呢，你看它的尾灯啊，它也是采用了现在这种贯穿式的感觉，然后呢，它也是很流行的这种设计元素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年轻人的第一辆车也是挺合适的，对吧？而且外观啊，本来就是给别人看的，咱们更多的是自己去开，所以咱们比比内饰的设计。比就比。Round 2。仪表靠后，大屏靠前，还支持语音控制，同时呢还支持手势控制，打造出了宇宙飞船般的层次感。同时呢，双屏联动也是当下最流行的设计语言。平底式的方向盘呢，简直就像在开宇宙飞船，外加一体式的座椅设计。就问你，贵是不是有贵的道理？有一说一啊，很多网友说你那辆 CS5 Plus 的内饰有一点点的标志，当然不是说长得标志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然后呢，反观50星辰的内饰，其实它是一种更简洁的设计。那我觉着对于新手司机啊，这种传统的布局也不失为一种友好，因为它会让使用更加的习惯。比如说它的仪表呢，这些显示 UI 界面非常的清晰，而且数字的显示也会让你开车的时候一目了然。然后它和中控屏的分工是非常合理的，中间主要是用来娱乐啊、导航这些。此外呢，像我们常用的像空调这种功能，它设计成了实体按键，这样也便于我们操作。其实好的科技配置啊，不一定非得做多花哨的 UI 界面，只要是让我们使用起来更加的便捷，就是更好的一种设计。CS5 Plus 它的方向盘虽然看起来很新颖造型，但是实际上使用下来呢，感觉我觉得不如传统的这种圆形的方向盘更好。还有呢，就是选择 SUV 啊，很多朋友肯定会考虑到空间。那空间实际上也是50车型的一大卖点。比如说前排我们来看啊，像50星辰除了门板上的储物格，然后这里扶手罩有一个小的储物格，前边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储物格。然后呢，像中间这一部分，这里我可以方便的放手机，有2个 USB 的充电接口。后方呢，像卡槽啊、高速通行卡，这里都可以放下。然后在后边呢，2个水杯槽，后面还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小的储物格，你放车钥匙啊，或者放一些硬币之类的，也可以放在这里。然后在后方呢，它的中央扶手其实储物空间也是可以放很多东西的，所以我觉得前排的储物空间考虑已经是非常周到了。那再说乘坐表现啊，像它的座椅呢，我觉得坐垫的这种柔软程度和填充物，这个感觉我是特别喜欢的，包括腰部的包裹和支撑呢是非常到位的。此外，其实后排它的空间也很有看点，我们去后排看一下。好，坐到后排啊，我们来看一下50星辰的空间表现。那前排我是调到了一个我正常的驾驶坐姿，然后坐到后排，我的身高是1.82米，其实小陈他的身高也是跟我差不多的。那现在你看到我腿部的空间是非常充裕的，而且呢，就算是你把座椅往后调，顶到了前面，它也是一个很软的这么一个设计，不会卡腿。还有呢，就是它的座椅，它的坐垫是很长的，这个是相比较很多同级的车型的一大优势。还有它坐垫的柔软程度，还有它靠背的角度也是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一个调节的。你看，我可以调到一个很躺的坐姿，这个在长途驾驶或者说长途坐在后排的时候呢，你坐在后排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坐姿。包括后排它的配置，空调的出风口、电源接口，还有下方的储物槽一应俱全，再加上上边有一个全景天窗，所以呢，它对采光的处理也是做得很好的。坐在后排真的是挑不出任何的缺点。其实在这个级别的 SUV 中啊，很难把后排的空间和后备箱空间做到两者兼顾。但是50星辰呢，你看刚才后排的空间体验很理想，同时它的后备箱的空间呢也非常不错。
那它是非常平整的，而且两边呢也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凸起影响放置大的物品。同时呢，在把这个盖板撩起之后，你看下方还有两边的储物槽，可以放一些杂物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对于几个朋友啊，自己开车去自驾游，后面放很多的行李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同时一些细节啊，包括它后方有12伏的这个点烟器的接口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挂钩，可以放一些容易遗撒的东西。所以这个空间整体下来，我觉得作为年轻人的第一个 SUV， 真的在空间上是会有明显优势。Round 3。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智能科技了，东哥，我这个长安 CS55 Plus 智能座舱交互系统可以直接语音控制，还带有火山车鱼，在无聊的时候可以打发时间。当然啊，现在年轻朋友选车啊，科技和智能化呢也是非常看重的一部分，所以啊，我也是有备而来的。50星辰上有一个叫做灵犀系统的，那它呢除了像我们常用到的语音控制之外呢，它还可以定制你的专属的一个 IP 形象。那像这个俏皮天真的小五啊，还有大数据专家小玲的形象呢，会让科技变得仿佛也有温度了。另外呢，在每次开机的时候，它的形象出现也仪式感满满。还有呢，就是现在年轻朋友压力也大，所以呢，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闷得慌。那由著名的声优山音配音的这个 Q 萌的小五小玲啊，全程的陪伴，就和朋友聊天一样，感觉到温暖。我们开车的时候啊，最常用的导航呢，在灵犀系统中，它是一个无缝导航，同时也是一个在线的导航。无缝导航呢，支持微信聊天的位置直接用车载导航打开，省去了上车后再次搜索的麻烦，非常方便。此外呢，我觉得有一特别好玩的功能，叫做组队出行，可以自己设置一个你的车队，把你的好朋友啊或者你的同事拉进来，可以实时看到他们的位置。这个就是比如说在出去聚餐或者自驾游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直接看到每个人的行车的状况。还有就是在开车的时候，可能不方便去发微信或者打电话，那么它的网络对讲机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，直接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对讲机进行车友之间的沟通。东哥，我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，然后你路上开车慢一点。好嘞，好嘞，我这也准备出发了啊，一会儿见。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的定制路书，因为比如说在我们出游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搜索合适的路线啊，去哪个景点啊，或者去哪儿吃饭。那在灵犀系统中呢，你可以现成的有很多的成熟的路书，选择这个路书跟着它的指引去走，就避免了我们去花很多的时间自己再去做路书了。远程控车也是我觉得特别方便的一个配置，尤其是像现在北方冬天特别冷，那我可以提前的在下楼之前把车启动，然后把空调打开，进入车之后呢，就是一个舒适的温度了。还有一个功能也是很贴心的啊，叫做蓝牙的车钥匙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就习惯丢三落四嘛，忘了带车钥匙，下楼之后发现没带，又要上楼去。只要你没有忘记带手机，因为我觉得肯定很多人出门不会忘了带手机，你就可以用手机进行一个车门的解锁，然后启动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贴心的。此外呢，灵犀系统呢，它是可以完成多条指令的一次性执行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现在在城市生活中啊，压力很大你去就像跟他聊天一样，你去跟他下很多很多的命令，他都会一一的满足你，其实也是一种解压。空调开到24度，关上车窗，打开天窗。可以啊，怎么样，小陈？这50星辰不错吧？哎呀，东哥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这车到底多少钱啊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50星辰的顶配，也就能买你那个 CS5 Plus 的入门版。哎，这么一比，这 CS5 Plus 好像没有那么香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先别走，这车是用来开的，咱们得出去感受一下动态的感受。行，必须让你服气。Round 4。蓝鲸 NE 系列 1.5T 涡轮发动机，7档湿式双离合，这个动力这个级别无敌了。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架设定也是 OK 的，而且我这个在倒车的时候还有盲区监测呢。其实动力参数只是一方面，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你日常的用车环境。那如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城市拥堵的这种道路呢，
50星辰的这套动力组合啊，不失为一套经济和平顺性的平衡搭配。此外呢，底盘的滤震也非常重要。那这辆车的滤震表现还是不错的，虽然是后扭力梁，但是呢，它是同级唯一一个搭载了荷兰 Konin FSD 减震阀的车型。对于路面颠簸的处理是很到位的。此外呢，它的悬架还支持了软硬调节。当然对于新手来说，360度的一个无死角的全景影像，也是在你停车和日常驾驶的时候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。怎么样，小陈？是不是 CS5 Plus 能给的这辆50星辰也都能给？确实，而且预算也够了呀。你想想，人家刚工作你就让人贷款，这生活品质肯定大打折扣啊。那我觉得买车其实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，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当然是最好的，但是也要量力而行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们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，或者在某一阶段适合自己的，其实也是更合适的选择。你也说了，年轻就是资本嘛，所以工作几年，攒几年钱再换一辆车，其实也可以啊。而且我觉得啊，通过今天的感受啊，我觉得这辆50星辰不仅是一辆车，它的灵犀系统呢，更像是一个有温度的伙伴，在需要的时候啊给人陪伴。而且这么高的性价比啊，确实让我有点心动了，对吧？那东哥一会儿回去让我感受一下呗。行啊，行，换车开。